各位，中美正在进行关税大战，其本质上就是一场关乎国运的金融战争。我觉得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制定一些战时的条例，它比热战有时候都来得凶险。因为自从美国对中国进行关税大战以来呢，很多的中国的公知反贼纷纷跳出来要求跪降，对吧？然后呢，这些人呢，当然了，中国现在的这些网友们呢，绝大多数都觉醒了。你比如说前两天我们说的一个中国社科院的一个傻缺说中国就应该跪下，然后呢，单方面的实行全部的零关税。然后呢，他那个单位给撤销了，那原来是一个国家级的智囊单位，直接就给注销了，是吧？也有一些中国的有识之士的爱国的这些专家都说了，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所的研究员董少鹏就说，零关税政策纯粹是250傻头傻脑的思维，别人抢你的衣服，你说索性不穿衣服了，太不着调了。经济学者马光远也说，零关税固然好，但当美国实施接近 70% 的关税，你自己零关税真的以为可以换来别人同样的对待吗？别傻到这个份上了果然呢，我不跟大伙说了吗？你零关税是没有用的。欧盟怎么样？欧盟说，那个川爷，我给你零关税行不行啊？川普是怎么说的呀？零关税就管用了呀，你还得买我们3000亿美元的能源，我才会考虑跟你谈，是吧？你跟流氓没必要谈，你就揍他就完了，你把他打疼了，他自然也就老实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时候呢，有一些中国的隐藏的公知反贼全都跳出来了。你要说美国的一些红脖子他们认知比较低下说这个如果美国停止买中国的产品，你们就会饿死啦，还包括什么你们1周2周3个月之后你们挺得住吗？美国的红脖子这帮川粉没受过教育，都是傻缺他们说包括这个逃到美国来的这些走线的，什么开那个大卡车的住那个车厢里边的这些货，这2天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别扯什么加关税咱们就硬刚的热血剧本了，装硬汉就是找死，赚钱才是硬道理。美国3.5亿人叼着全球1/3的消费蛋糕，什么概念呀？相当于每3个地球人花的钱里就有1个是美国人砸的。欧盟4.5亿人，购买力连美国的零头都不到，咱们14亿人吭哧瘪肚子造东西，消费力只是美国的1/5。数据在那摆着呢，骂美国耍流氓能当饭吃吗？人家兜里的美元就是全球的商业世界里的通行证。所有喊着不稀罕美国市场的人都醒醒吧！你去东南亚卖货，那收印尼盾；去南美收的是比索，分分钟让汇率给你割韭菜。卖给美国那赚的是美元，全球随便花。俄乌战争都打成啥样了，美元照样稳坐世界货币王座。这个就是现实。离开美元体系，你连国际贸易的入场券都没有。别扯什么转战亚非拉，非洲兄弟连他妈电都没有，拿什么买你家电呀？印度市场看着的，拖欠货款能拖到你倒闭破产。只有美国3亿多的中产阶级捧着钱袋子等你，不玩套路，不赊账。就算这2年搞制裁，也是全球最干净的市场。对比那些吃拿卡要的地方，美国简直就是商业净土。你要记住一点，资本比你聪明10000倍。挪威主权资金、中东石油资本、各国的养老金全把钱砸入了美国股市。难道那些国家就不想硬气吗？但现实就是离开了美国这个全球消费引擎，你的商品连赔本赚吆喝的机会都没有。靠俄罗斯，靠伊朗市场，他们自个儿都在卖资源续命呢。骂美国霸权容易，
认清现实难。全球产业链本质就是谁有消费力谁就是大爷。美国用1/20的人口吸干了1/3的消费力，这就是绝对的市场霸权。你可以骂他霸道，但是你不能否认，当你制造业70%依靠出口，当你外汇储备80%靠外贸，失去美国市场就是断了自个儿的财路。那些喊着宁愿不赚美国钱的人，你们听着，老百姓要吃饭，企业要发工资，国库要攒外汇，真跟美国赌气玩，互相伤害，最后倒霉的是谁呀？是流水线的工人，是开工厂的小老板，是每个指着出口赚生活费的普通人。在绝对市场碾压面前，装逼就是最大的愚蠢。该低头谈判就低头，该让利就让利，现在保住饭碗比什么都强。我一个高中肄业生认为，商业世界不相信骨气，只相信供需。美国市场有多香啊，数据比口号诚实。与其喊打喊杀，不如想想怎么在人家规则里边去赚钱。等你口袋里装满了美元，再谈产业升级去美元化，否则都他妈是扯淡。低头赚钱不寒碜，拿老百姓的日子赌骨气，这才是真的蠢。我狭隘的认为，为了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哪怕跪着赚钱也没啥。抖音搜索看看新加坡怎么回应美国加征关税的。这个住在卡车里边的啊，北京郊区的这个大卤蛋啊，这傻缺啊，赶紧的给美国跪下吧啊，是吧？即便是给美国跪了，你能买点便宜的家乡货了，你就不住车里边了。所以一个人的认知决定了他的社会层次，活该你妈住车里边啊，是吧？你看看这些中国网络上的，好家伙，这是统一的吗？都有稿是吗？为什么要给国产品牌一个机会？他给我升职加薪的机会了吗？为什么要给这个国产品牌一个机会呢？他是给我升职加薪的机会了吗？总是有人舔着个逼脸呼吁大家要给国产品牌一个机会，他给我们升职加薪的机会了吗？没有吧？他们的稿子不知道是谁给的，一毛一样的读。买国产东西没有给你升职加薪，那你们买外国的产品的时候，他们一定是给你们升职加薪了。升没升职不知道，反正钱应该是拿了吧。还有啊，这位是谁呀？说是摩根士丹利的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那当然了啊，这是人家美国公司的，那当然得劝降了，是吧？他也说你要零关税，我觉得说他的认知还赶不上红脖子川普呢。参考2020年和2008年，其实中国在全球面临衰退风险，美国面临衰退风险的时候，我们表现是相对占优的。为什么？因为推出了非常大力度的政策，确保了经济内需，确保了产业链的完善。那这一次不只是短期要提出加赤字、加消费的刺激这些短期政策，更重要的是长期破局，推出我建议的这些2030的重大战略，就是对美国以外的国家关税降到0，对外商直接投资和我们自己的民营企业的行业准入降到0，对本地的产业补贴降到0。与此同时，宣布到2030年消费市场比现在增加30%，这是一个可行的目标，但会提供3万亿美元的增量。这些可能更有助于把握良机，重塑信心。他问题是，那川普的目的就是要摁死中国，或者说是要求中国和美国的贸易赤字拉平，那怎么拉得平呢？这是一个无解的难题呀，各位，是吧？那美国卖给中国的高科技又不卖，然后呢，美国的能源农产品中国也用不了那么多，所以说累死你也拉不平啊。所谓的对等关税只是一个借口啊。果然美国企业的这个所谓的首席经济学家，那肯定是向着美国的呀。还有在中国体制内的一些所谓的经济学家啊，
这个跪久了站不起来。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啊，我说在中国呢，就是60、70年代出生的人里边啊，这个公知反贼比较多啊，那不是全是啊？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年代中国的生活水平和美国那是天上地下啊，来美国待了几天，他们的脊梁啊就已经折了。就是再也站不起来了。你说这货啊，向松作啊，这是中国的体制内的人了，是吧？他就说中国呀，你跟美国你干不过，美元体系是撼不动的一棵参天大树啊。如果它不是美元的特殊地位，2008年美国就破产了，还不用等到今天。你心目中的美元崩盘是什么意思？因为我过去这么多年，无数的场合有人问这个问题。所以我往往就会问他们，我说你们理解的崩盘是什么意思？美元崩不了盘。我们通常理解一个货币的崩盘呢，就是它相对另外一个货币，比如说一下贬值30%，比如说俄罗斯第一次这个把克里米亚占领，俄罗斯卢布在1个礼拜之内跌去了30%，这叫崩盘。但是美国不会，这个原因很简单，就是世界上至今没有一个货币它能够替代美元这个地位。就这个是美国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优势，这个东西我其实在这个方面是研究的最多，因为我以前跟着蒙德尔教授学这个国际货币体系，我自己不谦虚的讲，我是学的比较好的，我也把他的全部著作都翻译成中文，有6卷，我算是这个领域的一个专家，这不谦虚的讲，就是为什么美元有这个特殊的地位，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算特朗普今天这么乱搞，他会削弱美国的信用，我刚才讲软实力，但是它还不至于动摇美元的这个根基。美元这个根基是什么呢？至少有5大因素。第一，它的宪法法治这个基础在，就是它保护私有产权，大家认为它总体来讲是比较安全的，都是比较出来的嘛，对吧？第二个呢，它的经济规模足够大。第三，它的科技创新。第四，它的教育。第5，其实更重要，就是说它的金融市场的广度和规模，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跟它比。你想，美国现在的股票市场基本上占到全球1半啊，按市值算的。我们现在全球的股票市值120万亿美元吧，美国基本上占到1半。它的债券市场那么庞大，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全世界包括中国的外汇储备大部分都投到美债。这很多人不理解，说中国1万多亿投到美债，香港、台湾、新加坡、沙特、日本1万多亿，沙特差不多1万亿，全部投到美国，为啥呀？他没有选择。有人讲，那为什么不投欧洲的债券呢？为什么不投英国的？你敢投吗？你觉得是英国和德国的债券比美国更稳定吗？你觉得日本的债券、韩国的债券比它更稳定吗？那有人讲买黄金，确实也买了不少黄金，但是黄金不够买的。所以美国这个你就知道，美国玩这个东西啊。当然我其实不太愿意讲这种话，每次一讲这种话，很多人就会骂我说我什么从美啊什么之类的。但是你要知道，美国人玩这个东西，真的他们已经玩到怎么讲呢？我不知道啊，说实话，我非常坦率的跟各位讲，我不知道未来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替代它。我当然很希望中国替代它。你看美国的国债谁买的？中国买，日本买，所有的国家都买。我们买这些国债相当于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是全世界把钱借给美国人用啊。现在外国人持有的美国国债已经超过10万亿美元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假如中国每年都有外国人愿意借100万亿人民币给中国人用，什么概念？我们现在人民币的债券有几个人买？除了我们中国人自己买以外，外国有多少人买的？不多，有买的不多。你别听他们在这里喊什么说美国完蛋了，美国要破产了，特斯拉又说美国要破产，他怎么破产呢？他发的债是用美元发的呀，他不是用。你要是中国借了，比如说借了几万亿美元的这个美债，那可能破产。为什么？因为你自己印不了美元。我们买的美国国债是用美元买的，他自己就是印美元的国家，他怎么会破产呢？这个其实一般人不太理解这个东西，真的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这就是美国这个国家很特殊，全世界为他买单的。美国人自己说得很清楚，我们的军费是你们买单的，不是我们自己买单的。但他们自己不说这个话，但他们很清楚。所以你看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当时中国人民银行的周小川写了一篇文章说，建议国际货币要多元化。然后又有人写一篇文章说，应该用特别提款权取代美元。当时的奥巴马和那个美联储主席都说来讲，这没有必要，美元用的挺好。
这是美国最大的一个优势，只是他们自己不说，他们公开很少这么说，有人说过，但是他们很少这么说，但是他们私下他们很清楚，如果他不是美元的特殊地位，2008年美国就破产了，还不用等到今天。所以我的结论是不存在它崩盘的问题，因为他不知道针对谁崩盘，没有人取代它。我不知道未来哪个国家能取代，我衷心希望中国能取代，但是中国你看现在人民币我们还不能自由兑换呢，就这一条我们还没实现。美国人不会讲这个话的，美国人也很狡猾的嘛，他们不会讲这个事儿，只有我们这些学者讲。美国人自己私下他们讲的，美国什么军费开支什么，他们为什么可以无限度的搞财政赤字？他们其实不怕。各位，现在是战争时期啊，我觉得中国政府有必要制定战时条例，把中国这些说酸话的、劝降的这些汉奸反贼，用战时条例管制起来才行啊！这些人的危害极大。点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